每天，你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大约300次，每次停留不超过7秒。300次选择，每一次都觉得是自己做的。但有一台机器记下了你每一次的停留，每一次的滑走，每一次深夜的重播，然后用这些数据，比你更早知道你下一秒想看什么。你的注意力正在建谁的帝国？答案要从一份只有7个字的报告说起。2016年12月，北京五道口宇宙中心，快手的产品分析团队正在开会，桌上摆着一份内部报告，研究对象是一个叫抖音的产品。字节跳动旗下10几个人做的小玩意，刚上线几个月，月活不过100万，行业内几乎没人把它当回事。报告的结论只有7个字：没有危险，不重要。就在这间会议室的窗外，快手的霓虹大字正亮在五道口的夜空。几个月前，那里挂的还是网易，行业媒体在欢呼短视频之王已经加冕。那一年，快手日活6000万，中国互联网流量第4大 APP， 没有一个人觉得战争还没有结束。而那份报告后来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误判。3年后，抖音日活破亿；5年后，日活突破6亿，字节跳动成了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之一，净赚超过腾讯。全球最值钱的未上市独角兽连续多年无人撼动。而快手在全员大会上发起了一场叫做 K3 战役的生死博弈。苏华站在台上，说出了那句让所有员工骨鲠在喉的话：慢公司已经成了我们的标签，这让我们寝食难安。这不是一个关于努力就会成功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时代风口人人皆可乘风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算法如何重新分配了全世界注意力的故事。字节跳动从一个10几人的团队出发，以一支竖屏短视频为武器，把全球的娱乐产业、广告产业、电商产业依次颠覆，从每天烧400万打到每天烧2000万，把 TikTok 的 logo 轰进迪拜的地标、伦敦的地铁站、纽约的时代广场，在美国总统的封禁令下不退一步，活了下来。欢迎来到 Fanco 进化论，我是 Fanco。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字节跳动的故事，带着这几个问题出发：一个竖屏如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信息传播方式？而最早发明竖屏的那些人，为何无一例外消失在历史里？2. 字节跳动用算法接管全球注意力的那套逻辑到底是怎么运转起来的？3. 当张一鸣悄然隐退，这个靠算法驱动的帝国下一步往哪走？准备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2011年，一声枪响在美国西海岸打响，短视频时代悄悄开始了。但当时谁都没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连第一个开枪的人也没能活到终局。那个产品叫 Vidi， 思路相当清晰，手机时代来了，人们看世界不应该再是横屏、长视频的逻辑。于是 Vidi 做了一个工具，15秒配滤镜，拍完一键发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简单、直接、有效，市场立刻给出了反馈。贾斯汀·比伯投了他，威尔·史密斯投了他，说唱天王 Jay-Z 也投了他。2012年5月 ，Vidi 完成3000万美元融资，估值3.7亿美元。同时期 ，Twitch 的创始人做了一个类似产品 Social Cam， 两家开始激烈竞争。行业把这场对决称为视频领域的 Instagram 之战。然而，这场战争双方都没能打完，因为输给了同一个敌人。Facebook 盯上了这两个产品，发现他们的用户粘性正在蚕食自己的流量。Facebook 做了一个悄无声息的动作，切断接口权限，原本能自动同步到 Facebook 的流量，一夜蒸发。Vidi 在2014年以2000万美元贱卖，年底彻底关停。整个赛道第一次见识了这种死法：流量是借来的，平台是别人的。当那只手收回去，你什么都没有。而 Vine 就是带着这个教训上路的。2012年6月，3个纽约创业者 Dom Hoffman、Ruth Uspoff、Colin Crow 创立了 Vine， 从一开始就把它做成独立平台，不依附任何外部渠道。他们的逻辑是：我要有自己的用户、自己的内容生态、自己的护城河。产品只有6秒自动循环，方形界面，像加了声音的 GIF。试用版一发布，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当场掏出3000万美元把它买走。Vine 在全球爆红，
第一批秒级网红在这里诞生。普通人动辄100万粉丝，那种沉浸式的魔力，是我们今天刷抖音时完全能感受到的前身。Vine 解决了平台依赖的问题，却也走进了一个更深的陷阱。2015年底， Vine 的18位顶级创作者在好莱坞秘密开会，向平台提出要求，每人每月提供12条原创内容，换取120万美元的报酬，总计2100万美元。多西拒绝了，用的理由是不跟恐怖分子谈判。这18个人集体出走，转战 Instagram 和 YouTube， 把整个头部内容生态带走了一空。没有了顶级创作者，普通用户的留存率急速下滑。2016年 Vine 宣布关闭。整个赛道第一次见识了第二种死法，内容生态是创作者撑起来的，创作者活不好，平台必然死。就在 Vine 走向末路的那一年，地球另一端一个更关键的突破已经悄悄发生。2013年，4个法国大学生在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创业了。核心人物叫格雷瓜尔·昂利翁，他们研究 Vine， 研究 Instagram， 想做一个更好的东西。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 Vine 上传播效果最好的视频是配了音乐的，哪怕再平庸的画面，只要配上一段旋律，整个内容的质感立刻提升几个档次。这个发现让他们兴奋，但版权是个大问题，正版音乐买不起。直到他们发现 iTunes 商店里每首歌都有30秒免费试听片段，30秒已经足够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在2013年看来几乎疯狂的决定，把视频改成竖屏，9点16分填满整个手机屏幕。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电影、电视、YouTube 所有主流内容形态都是横的，16:9是神圣比例。媒体嘲笑他们，专家批评他们，行业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垂直视频综合症，看着两侧没填满，让人窒息。但昂利翁有他的判断，人在地铁里排队时、走路时看手机，手机是竖着拿的，把手机横过来是每天发生数十亿次却被所有人忽略的使用成本。竖屏才是移动互联网最自然的体验。2013年12月，昂利翁在巴黎互联网大会上演示了这个产品 Mindy， 台下投资人当场给出了120万美元天使轮。那个演示的界面、竖屏、填满屏幕、极简交互、音乐驱动，和今天你手里刷的抖音几乎一模一样。但 Mindy 没能等到那个未来。2014年 Apple 以违规使用 iTunes 免费试听接口为由，将 Mindy 从 App Store 强制下架。没有了音乐，产品的核心体验即刻崩塌，团队无力应对，就此凋零。后来被 Vine 收购，又在2016年随 Vine 一起消失。竖屏这个形态从此留在了行业里，而最早发明它的那4个法国人没能看到它改变世界的那一天。然而 Mindy 留下的遗产已经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飘到了大洋彼岸。2013年，就在昂利翁在地下室做 Mindy 的同时，中国的朱俊和杨璐玉正在美国，把仅有的25万美元创业资金一点点烧进一个叫 Cicada 知了的短课程教育平台里。理念是好的，用几分钟视频教会一项技能，那是在线教育最风靡的年代。吴恩达在 Coursera 上征服世界，知识付费被视为1000亿机会，但他们踩进了一个最老的坑，学习是逆人性的。用户打开 App 看了3秒，本课将带您了解茶艺第103个知识点，就消失了。3个月后，账户里只剩下8%的钱，大约2万美元。就在弹尽粮绝之际，朱俊坐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山景城的加州铁路火车，车厢里挤满了10几岁的美国孩子。他对着这群孩子盯了整整一路，看出了一个规律：50%的孩子在听音乐，50%在拍照和拍视频。他们打开手机扬声器，把音乐直接播放出来，对着镜头晃动身体，对旁边的成年人视若无睹。那一刻，朱俊明白了一件事：人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在碎片时间里自我提升，而是在碎片时间里自我表达。他们用剩下的2万美元，用了整整30天，做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2014年4月 ，Musical 利益正式上线，产品形态和 Mindy 如出一辙，竖屏、音乐填满屏幕。Mindy 的联合创始人后来说，拿到 Musical， 历史真的很惊讶，一切都一样，
甚至连应用商店描述、logo 颜色和渐变都一模一样。但 Musical 多了 Mindy 没有的东西，一个花大量时间研究用户的产品团队。朱俊自己注册无数小号，潜入用户群，悄悄问你喜欢哪个功能，你为什么消失了。靠着这种近乎偏执的用户研究，他们把时长从7秒改到15秒，把产品从画笔变成了画布，不是让你用完就走，而是让你留下来，有人关注你，评论你，成为这个平台的一部分。真正的爆发来自从德国产品 Dubsmash 学来的一个功能，对口型。电影台词、流行歌词，任何人对着屏幕张嘴配合，创作门槛归0，人人都能参与。2015年3月 Don't Judge Me 挑战在 Musical Lee 爆发，前几秒故意扮丑，手掌一抹，瞬间变身，病毒式传播。 Musical Lee 第一次冲上美国 App Store 第1名，累计浏览量接近10亿次。随后涌现的第一个全球网红 Baby Ariel 14岁，从对口型起步，被官方推荐，粉丝从几万飙升到几十万，登上《时代周刊》，进入福布斯影响力榜单，开始出歌演戏，最终积累了3700万粉丝。一切都始于那个14岁的女孩对着手机张嘴的那个下午。朱俊把这叫做先富带动后富，把流量集中砸给一批创作者，让他们先火，后来者看到了榜样，整个生态才能自发生长。这是 Vine 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Musical 认真学进去了。2017年 Musical 里注册用户突破2亿，月活接近1亿，60%的用户在13到20岁之间，成了中国互联网出海史上极少数在美国本土正面叫板本土对手并胜出的案例。就在 Musical 里庆祝2亿用户的同时，有一家公司把这份数据研究了一遍又一遍。他研究 Vidi 的死法，研究 Vine 的死法，研究 Mindy 的死法，研究 Musical.ly 的每一条增长曲线，然后带着数十亿美元的弹药悄悄出手了。那家公司叫字节跳动。没有人预料到改变中国短视频格局的力量会来自一个叫天通苑的地方。天通苑是北京5环外的一片巨型居住区，常住人口超过30万，出行不便，配套普通，没什么光鲜的标签。就是在这里，2011年，一个来自辽宁铁岭的年轻人租了一间屋子，开始了他的创业。他叫程一笑。程一笑是铁岭人，赵本山的老乡，从小脑子灵活，小学时在学校旁边搞了一套租漫画书的生意，借阅证收过来，再加价租给同学。兜里最多的时候有30多块现金，晚上数来数去睡不着，怕被人偷了。他还喜欢写文章，中学时写的小说真的发表了，赚了200块稿费，那是他人生第一笔有点意思的金子。2007年，程一笑从东北大学毕业，进了惠普。2009年跳槽到人人网做 iPhone 工程师。09年就接触移动互联网的人，在当时相当于站在了正确的时代节点上。2011年，他从人人网离职，来到天通苑，用积攒的经验，做了一个叫技术快手的小工具，把静态图片处理成技术图。那个年代，技术图在微博大量传播，有用户，有需求，产品也确实有人用。但程一笑需要一个技术合伙人。这个时候，晨星资本的张斐出场了，做了一件在中国创投史上不算少见，但这次极其关键的事情，撮合介绍。张斐认识另一个人，说他叫速滑，懂算法，你们应该见一面。速滑的人生比程一笑的故事弯曲得多。他1982年出生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松柏镇，一个极度偏僻的地方。他出生的时候，村里还没通电，从村里去镇上买酱油要走2个小时的土路。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全家搬到了县城，买了一台小霸王学习机。小霸王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是游戏机，但速滑拿到的是正版机，里面有编程软件。他真的打开来学了，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写代码。2001年，速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软件学院。2005年 ，Google 给了他15万元年薪的 offer。那个年代，大多数应届生连10万都没想过，这个数字让整个宿舍楼哑口无言。速滑的决定更让人瞠目，不要毕业证了，直接去上班。
他后来跟着 Google 在硅谷工作了1年，见识了那里的创业生态，视野大开。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宿华觉得时机到了，离开 Google 创业，做了一个视频广告系统，正好碰上了金融危机，方向又偏 To B， 没做起来，黯然收场。2009年他回头去了百度，做凤巢系统的架构师，年薪已经到了100万级别，但钱对宿华来说从来不是重点。2011年他再次离开百度，第2次创业，做搜索引擎相关业务，最后把技术卖给阿里，小赚了一些，但谈不上成功。这时候的宿华已经做过33个项目，全部失败，但他的算法能力在行业里已经是顶尖的存在。那个阶段，他同时给好几家公司做算法顾问，其中一家叫今日头条，负责人叫张一鸣，2个人，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与此同时，他也是快手的算法顾问，快手同样是他的客户。当张飞安排他和程一笑见面时，宿华其实对这个叫技术快手的产品早就不陌生了，只是还没有考虑过要把命运压在这里。考察了程一笑一番之后，宿华做出了决定，加入。让他感受到诚意的是程一笑的慷慨。虽然程一笑是技术快手的原始创始人，但他主动把1半股份给了宿华。晨星资本的20%算进去之后，宿华最终持有的股份甚至比程一笑本人还多，这在创业圈里是相当罕见的大度。2个人分工清晰，程一笑专注产品，宿华做 CEO， 负责战略和对外。2014年，技术快手正式转型为短视频平台，拿到了顺为、DCM、红杉等机构共1000万美元的投资。快手开始了。转型初期，快手的内容风格是程一笑理想中的样子，干净、都市化，有生活气息。那时快手上最知名的网红叫指望，发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拍一段教大家防蚊虫小技巧的视频，语气平和，画面清晰。有人说那个阶段的快手风格反而更像今天的抖音。然后2014年8月，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叫李天佑，来自辽宁锦州，初中就辍学了，在 YY 平台上靠喊麦发家，一人我饮酒醉，把家人成双对，两眼独相随，我只求他日能双归。那是那个年代 YY 平台的神曲。李天佑把 YY 直播的切片作品存到了快手上，账号迅速涨粉40多万。他的腔调，他的喊麦风格，他背后整个东北老铁文化，带着一批气质相似的内容一起涌进了快手。没有人邀请过他们，但他们就这样来了。从2014年8月到12月，仅仅4个月，快手日活从50万暴涨到1000万。这不是快手主动规划的结果，而是命运忽然送来的一份厚礼。快手站在这份礼物面前，选择了接受。我就老铁了，老铁就老铁。之后的几年，吃播、喊麦、卖把式、逞能、秀恩爱、猎奇，这些内容浩浩荡荡涌进来，快手的用户量随之飞速攀升。2015年，快手成了中国流量第4大 APP， 仅次于微信、QQ 和微博，挤掉美拍，成了短视频行业毫无争议的霸主。2016年6月，五道口宇宙中心楼顶，网易的霓虹大字被拆了下来，换成了快手2个字。行业媒体在欢呼，短视频之王已经加冕。但就在快手站上最高点的时候，致命的裂缝已经从内部悄悄生长。首先在团队层面，快手作为中国第4大流量 APP， 到2017年初，全公司只有100人。同期，字节跳动任何一条产品线的团队都不止这个数字。2个创始人虽然分工明确，但双向汇报的机制让决策效率极低。2人都要点头，一件事才能推进。意见相左时只能僵着，速度自然慢下来。其次，在数据层面，快手没有可视化的数据平台。产品经理想看公司的核心数据，需要自己写 SQL 去数据库里手动查询。公司级别的 AB 测试2018年才上线，这意味着什么？字节那边任何一个产品改动都有实验数据支撑，快手靠的是感觉和经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竞争方式。然后在决策层面，程一笑喜欢7秒的视频时长，理由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没有数据支撑，纯粹是他的直觉。没人敢反驳，他坚持用双列信息流，
原因是要给用户自己判断的权利，他看了封面再决定要不要点进去。听起来有道理，但面对抖音铺天盖地的算法全屏推送，这个坚持本质上是把选择权拱手让了出去。最后是战略层面，2017年初，就在抖音开始崛起，短视频大战即将进入最激烈阶段的时候，快手对外宣布了一项新的工作制度，早9点30分到晚7点，每周5天，非必要不加班。在敌人吹响冲锋号角的节点，自己先降速，需要极大的自信。而那种自信是快手用霸主地位养出来的傲慢。2016年底，快手内部做了一份对抖音的分析报告，结论已经在我们的引言里说过了，没有危险，不重要。报告甚至还附上了一段补充，装了抖音的快手用户互动率反而会上升，说明抖音是快手的帮手，不是竞争对手。那份报告被存进了档案，然后被遗忘了。与此同时，2017年，腾讯以3.5亿美元领投快手，行业地位看起来正式钦定，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大局已定的加冕典礼。但典礼的另一边，有一个10几人的小团队正在出租屋里给一个早期创作者庆祝生日，桌上摆着蛋糕，手里举着一块刻着中国音乐短视频教父字样的牌子，一脸认真。那个团队叫抖音。抖音的诞生是字节跳动的一个边角料项目。2016年，字节跳动在短视频赛道同时布局了3个产品，对标 YouTube 和 B 站的是西瓜视频，对标快手的是火山小视频，对标欧美最火的 Musical.ly 是一个叫 Amy 的产品。人才怎么分配？往火山。快手是行业第一，打快手才是战略重点。公司里所有稍有短视频经验的人全被配给了火山小视频。A 大咪呢？10几个人，大部分是应届生和实习生，全员资历最深的。也只有一个从百度贴吧出来的产品负责人，内部绰号卷卷的人力风。负责这个项目的还有一个叫张楠的人。2013年，他创办了图片社区图吧，被字节跳动收购后，人跟着进了字节。他拉起了这个小团队，做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把 A、Me 的名字改成了更好记的2个字，抖音，主打音乐类短视频社交平台，对标 Musical.ly。那时候，张一鸣连抖音的月会都不参加了，他觉得这个方向没那么重要，让他们自己玩吧。没有名气，没有资源，没有经验丰富的团队，抖音用了一种笨但管用的方法来冷启动，和创作者交朋友。有早期创作者过生日，他们去陪着吃蛋糕；有人对产品不满意，他们请出来喝酒，一条条听意见记笔记。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博主叫薛老师，内测阶段对产品提了一大堆批评，甚至把抖音数落得一无是处。抖音团队不仅没生气，反而举办了一次派对，专门邀请他，现场送给他一块刻着中国音乐短视频教父字样的牌子。这块牌子没有任何实质价值，但情绪价值管够。薛老师此后成了平台最忠实的早期推广者之一。这样的事情，抖音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与此同时，抖音和快手之间悄悄展开了一场小小的伏击战。创作者用抖音制作的短视频传到快手时，会带着一个清晰的抖音水印。快手发现了，直接封掉了水印检测机制。然而，抖音的团队很快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让创作者直播时身上贴满抖音贴纸，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贴纸，贴着发，硬扛。贴纸比水印更难检测，而且反而更有话题性。不少用户看到这个奇怪的画面，反倒对抖音这2个字印象更深了。但这些终究都是小手段，真正的转折来自一个意外。2017年3月，相声演员岳云鹏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个模仿他的抖音创作者的视频，这完全是岳云鹏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商业合作。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模仿的像，发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条微博得到了8万个赞和5000多条转发，视频上的抖音水印清晰可见。抖音官方立刻助推这个话题，一批用户涌入下载。那个模仿岳云鹏的博主账号一夜之间涨粉爆炸。抖音第一次尝到了名人效应的甜头，于是顺着这条路一路走下去。胡彦斌、鹿晗、李易峰、杜海涛、杨迪明星们陆续入驻。更大的爆发来自一个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
嘻哈在国内本被认为是小众文化，但第一季播出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大火，全程赞助商抖音，就此被数千万年轻人第一次认识。尝到甜头之后，抖音把芒果台几乎所有头部综艺全覆盖，明星大侦探、我们来了、中餐厅、快乐大本营、明日之子。综艺带来了流量，流量带来了创作者，创作者留住了用户。但明星和综艺只是敲门砖，能让用户长期留下来的是另一样东西。这个时候，字节跳动把最关键的几张牌打了出来。技术负责人朱文佳来自百度搜索，是百度搜索的主任架构师，进入抖音之前已经是字节算法的核心支柱之一。他加入之后，推荐系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飞跃。与此同时，张一鸣还找来了另一个人张洪江。张洪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大佬，更是张一鸣在微软时的前上司，同时还是源码资本的合伙人。他以多重身份和字节产生了关联，并在关键时刻引荐了 AI 专家马维英加入，进一步打磨了整个推荐算法的底层架构。这3个人加入之后，带来了一组具体的数字，用户30天留存率从 8% 涨到了 20% 以上，日均使用时长提升到40分钟。8%到 20% 听起来只是数字，但对任何一个做过 App 的人来说，这2组数字之间的距离是生死线。从 8% 到 20% 意味着用户不再是刷完1天就消失，而是真的留下来，1个月后还在。另一个助推力来自外部 ，OPPO 和 vivo。这2个品牌在2017年大举向3、4线城市铺货，抖音选择了预装合作。OV 的用户人群和抖音的目标用户高度吻合，买了新手机想找点好玩的东西的年轻人，打开手机里预装的应用，一刷就是1-2个小时，算法留人 ，OV 带人，2条腿同时迈开，抖音的增长曲线开始变陡。2017年5月，抖音日活来到100万级别，这是第一个里程碑。张一鸣看了数据，做了一个决定，砸钱。2017年10月，日活1400万。2个月后，通过持续砸钱，日活突破3000万。而且神奇的是，砸钱的过程里，留存率没有下滑，反而涨了。这说明用户不是被钱买来的，是被产品留住的。钱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大炮是2018年的春节。2018年春节，抖音请来了何炅、王嘉尔、邓伦、周冬雨、关晓彤、黄晓明、Angelababy、李宇春、迪丽热巴等10几位顶级明星做了整点送祝福发红包的活动，营销预算每天400多万人民币，烧了整整一个春节假期。假期结束，抖音日活突破7000万。张一鸣看了看数字，又做了一个决定，每天预算从400万提到2000万。有人问他，400万不够吗？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想啥呢？400万够烧的吗？这才有感觉。2018年4月，抖音日活突破1亿，那一刻，抖音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第3座大山，和微信、微博并列，连 QQ 都被它超越了。美拍、约拍，那些曾被称为中国短视频双雄的产品，早在抖音崛起之前就已经消失在历史里了。中国的楼顶 logo 也悄悄做了一次更新，今日头条大楼上的4个大字被拆了下来，换成了字节跳动。很多人才在这一刻知道了这家公司真正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抖音上出现了它的第一个全国级文化现象 Silly Silly。 这首歌的原曲来自罗马尼亚，歌名叫巴拿马，被配上了抖音上土生土长的一支舞，传遍了大江南北。原唱歌手马泰奥听说了这股热潮，专程飞来中国巡演。一下飞机就看到机场的粉丝对他跳起了这支舞，他一脸懵，这个舞跟他的 MV 毫无关系，他的原版里根本没有这段动作。抖音把一首罗马尼亚歌曲改造成了一个纯中国制造的文化事件，这种能力后来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复制。但真正让外界意识到抖音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是2018年5月一场半公开的正面冲突。事情起因于一篇文章，媒体人潘乱发表了雄文腾讯没有梦想，马化腾亲自回应批评。就在这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张一鸣转发了另一篇文章，谁说腾讯没有梦想，配上一段话，腾讯是一家极其优秀的公司，马化腾是我最敬佩的 CEO， 面子给的相当漂亮。
然而几天之后，抖音与7家博物馆合作的推广物料在微信里被直接屏蔽，无法分享。张一鸣忍了几秒，没忍住，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恭喜 TikTok 苹果商店下载量全球第一，然后在评论区补了一句：微信的封杀，微视的抄袭，挡不住抖音的步伐。马化腾盯着那条评论回了7个字，可以理解为诽谤。张一鸣随后作答，前者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讨论，后者微视抄袭一事，我方一直在公证，不是没有证据。我没想打口水仗，刚刚没忍住发了个牢骚，被 PR 批评了，材料单独发给你，你自己看。马化腾最后回了一句：要公正，你们的也太多了。朱啸虎、包凡等一众大佬就在那条朋友圈的评论区围观了这整场对话。这张截图随后在行业内广泛流传，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高管公开交锋。从那天起，字节和腾讯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抖音在微信里的外链分享几乎全面受限。在这场拉锯中，两家都付出了代价，但没有人退出这场博弈。字节在国内的战场已经基本拿下，日活过亿，广告狂收，腾讯正面对垒，这一切都是信号，告诉张一鸣，是时候把目光投向更大的地方了。那个地方叫全球。2014年秋天，张一鸣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参观了 Facebook 和 Twitter。走在那两家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公司的走廊里，他留意到了一个细节：员工手里拿着的手机有相当多是小米的。中国品牌已经悄悄出海了。那一刻，一个想法在张一鸣脑子里成型。回国之后，他把它变成了一个战略目标：3年之内，字节跳动的海外用户要占整体用户比例的50%。2014年，这个目标听起来像幻觉。那时候，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几乎没有成功先例，连投资人都说：“你举出一个中国企业出海创业成功的案例，我们就给你投钱。” Musical 是少数例外，但那时候也只是起步。张一鸣这个50%的目标，更像是没有地图就设定了终点的长征，但他出发了。第一次尝试是今日头条的英文版，最早叫 Newsmaster， 后来改名为 Top Buzz， 打算把国内的信息流算法搬到美国和欧洲。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今日头条在国内靠算法推荐做到了数亿日活，同样的模型为什么不能在全球复制？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那套打法在海外根本行不通。今日头条能做到这么大，核心靠的是2件事：超低成本的预装合作，以及大量创造性的增长黑客手段。到了海外，预装谈不拢，增长只能靠在 Google 和 Facebook 上买量，而 Google 和 Facebook 把广告位垄断的密不透风，价格极高，钱花出去，大头都进了平台腰包，流量转化效率极低。2017年底，负责这个项目的高管离开字节 ，Top Buzz 的尝试就此落幕。行业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失败，因为另一条线上更戏剧性的故事正在展开。那个故事叫 TikTok。TikTok 最早选中的市场不是美国，而是日本。逻辑说得通，东亚文化相近，人口众多，是测试海外版本最合适的起步阵地。团队在东京涩谷区租了办公室，开始做本地化运营。但他们很快撞上了一堵文化的墙。日本用户极为保守，不习惯把自己拍进视频里，更不习惯把这种内容传到网上让陌生人看。找创作者困难，推动增长困难，产品几乎陷入僵局。直到团队遇到了日本女星木下优树菜，合作拍了一批内容，才渐渐打开局面。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独特需求：日本用户对视频滤镜和特效的热情远超其他市场。容貌焦虑根深蒂固，大家不是不愿意出镜，而是想把自己拍得更美，调得更精致。针对这个发现，做了产品调整之后， TikTok 在日本才开始站稳脚跟。这段日本经历给张一鸣带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洞察，后来被总结成 TikTok 的核心战略：产品全球化，内容本地化，产品界面、用户体验、推荐逻辑全球统一，不做区分。但各地推荐的内容库、市场营销、商业化完全独立，各国自己做。冷启动时用猫猫狗狗、美女跳舞、杂技表演这类跨语言、跨文化接通的万能视频库撬动第一批用户，一旦站稳，立刻切换到本地化内容生态，
让当地人刷当地人的东西。这套方法在 TikTok 随后进入的每一个市场几乎屡试不爽。但 TikTok 真正的战略转折是一次收购。2017年 Musical 陷入商业化困境，全球注册用户突破2亿，月活接近1亿。产品做得漂亮，但赚不到钱，主要收入来自直播打赏，广告几乎没有。行业内曾有记者调查9家美国广告公司，其中6家甚至不知道 Musical 可以接广告。与此同时，字节的广告体系已经成熟，抖音的商业化逻辑打磨完善，只需要复用，立刻就能变现。2家公司的需求精准互补，但谈判的最大障碍不是朱俊，而是富盛。当年富盛以500万人民币换取了 Musical 里的 17.4% 股份，外加1票否决权。这1票否决权让他成了这场并购的关键人物。扎克伯格来谈，富盛否了。快手的速滑给出方案，富盛也没答应。轮到张一鸣，富盛提出了一个捆绑条件 ，Musical 里可以卖，但你得把我猎豹旗下的2个产品一起打包，新闻聚合平台 News Republic 和直播应用 Live 点 me。张一鸣在咖啡馆里和富盛来来回回谈了多轮，最终同意了。2660万美元收购 News Republic，5000万美元投资 Live 点 me， 外加8亿美元买下 Musical 本体，总共多付出了接近1.5亿美元，只为拿下那1票否决权。然而回头看，这多付的1.5亿美元可能是张一鸣做过的最划算的一笔账。2018年8月 ，Musical.ly 与 TikTok 正式合并，所有账号和内容悉数并入。TikTok 随即对产品做了第1轮大刀阔斧的改造，去掉了热榜，把让最火内容越来越火的中心化分发逻辑，彻底替换成了推荐算法。每个人收到的 push 通知也不再由编辑指定，全部交给算法按个人偏好决定。仅仅这一个改动，用户的日均使用时长就翻了倍。然而在美国市场 ，TikTok 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文化阻力。早期 TikTok 里充斥着一种叫兽迷 furry 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扮演动物，拍各种奇异内容，在主流美国用户看来相当费解，甚至令人不适。加上 TikTok 的广告从全球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轰炸下来，大规模的投放反而引发了强烈的反感情绪。那段时间，嘲讽和吐槽 TikTok 反倒成了一种亚文化本身。网上流传的梗图，把 TikTok 的图标放进 Windows 历代回收站图标的进化序列里，意思不言而喻。TikTok 顶着这股嘲讽没有撤退，转机来自2个最意想不到的人，吉米·肖和艾伦·德杰尼勒斯。美国最大流量的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在节目里完全自发地向观众推荐 TikTok， 没有任何商业合作，就是觉得好玩，让大家去下。艾伦的节目也提到了他，有记者事后问艾伦是否被赞助，艾伦笑着说，如果 TikTok 愿意花钱，我可以再说一遍。2个超级流量入口的无意背书，带来了第一波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下载。但真正让 TikTok 完成从边缘亚文化到国民级平台跨越的，是一首歌和一个19岁的无业青年。2018年，游戏大作《荒野大镖客：救赎2》发售，全球掀起了一股牛仔热。TikTok 上的网红迈克尔·佩尔莎配上了一首叫《Old Town Road》的歌，跳起了牛仔舞。视频一夜爆红，平台上随之涌现出数以万计的模仿版本。这首歌的创作者 Lil Nas X 当时是一个住在廉租房里，靠骗父母说自己在上大学，实际上在追梦的19岁黑人少年。他在网上找了一段乡村音乐的采样，花了30美元买下版权，又花20美元租了一间录音棚，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0美元，做出了 Old Town Road。 这首歌随后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单曲榜冠军，并且一待就是19个星期，打破了尘封20余年的世界纪录，成为61年以来在冠军位停留最久的歌曲。实体销量堪比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之作。更离奇的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Lil Nas X 连唱片公司都没有签，就是一个人，一台电脑，50美元，改写了美国流行音乐史。从那以后，音乐行业的规则彻底变了。一首歌能不能火，不再取决于发行公司有多大，而是取决于它在 TikTok 上能不能被人记住、被人模仿、被人传播。TikTok 成了全球最有力的流行文化引擎之一。2020年，
老天又给 TikTok 送来了一份礼物。疫情，全球封控，人们困在家里无处可去。TikTok 的月活在短短半年内翻了1倍。张一鸣随即提出了一个战略：不留空档，全面压制。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应用商店，只要竞品超过了 TikTok， 1周内必须干掉它，不计成本。这套打法靠的是字节最强的那根柱子，被行业称为中国互联网最能花钱的人的赵琦所掌管的用户增长部门。据估算，2018年到2020年3年间 ，TikTok 在全球砸出了至少100亿美元。然而，就在这股凌厉攻势之下，地缘政治撕开了一道口子。2020年6月，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一纸禁令封停了所有中国科技产品。TikTok 在印度的超过2亿用户一夜归零。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施压，要求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否则关停。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字节专门引入了迪士尼流媒体业务的最高负责人凯文·梅耶担任 TikTok 的 CEO。那个人本来是迪士尼 CEO 的热门接班候选人，然而在字节，他只留下了大约100天。政治压力持续升级，风险完全不可控，梅耶选择离开。TikTok 内部愁云惨淡，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张一鸣用了拖字诀，在法院起诉联邦政府，一次次用法律手段延缓禁令的执行，熬到特朗普2020年底落败，风险骤然消散。梅耶走得太早了。2021年4月，张一鸣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邀请周受资担任 TikTok 的 CEO。这个选择几乎是对 TikTok 所有困境的一次精准解答。周受资是新加坡人，华人血统，英语流利。从高盛到 DST 再到小米，国际化程度极高，既能与西方政界商界无障碍对话，又熟悉中国文化。和张一鸣更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从那之后， TikTok 的高管团队日趋本地化，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出现在核心位置。这一切安排都指向同一个目的，证明 TikTok 是一家可以在全球自主运营的公司，而不是北京某处的延伸。战争没有结束，但 TikTok 活了下来。张一鸣把目光从全球的战场转向了更内在的问题：一个庞然大物应该如何继续生长？2018年，字节跳动成了全球最值钱的未上市独角兽，估值超过了 Uber， 稳坐世界第一。同年，今日头条大楼楼顶的4个大字被拆了下来，换成了字节跳动。字体没变，颜色没变，但背后的意义完全不同了。今日头条不再是字节最重要的产品，那个位置属于抖音，而抖音的价值不只是一个看视频的地方。它是一台每天让数亿人心甘情愿奉献时间的注意力机器，而注意力是这个时代最昂贵的资产。张一鸣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流量不变现就是原地踏步。于是，字节开始了最关键的一次进化，把抖音从一个看视频的地方变成一个卖东西的地方。这个想法的起点是2020年4月1日，一个叫罗永浩的人走进了抖音的直播间。罗永浩带着他积累多年的品牌影响力，开了人生第一场直播带货，当天销售额突破1亿，整个电商行业都愣住了。张一鸣看完那场直播的数据，做了一个决定，直播电商立刻上升为集团第一优先级。他把整个电商业务独立成一级部门，直接向他汇报，脱离抖音体系，商品、支付、物流全部从头自检。结果证明，这是字节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2022年，抖音电商实现1万亿 GMV，2024年3.5万亿，2025年预计达到4.2至4.5万亿。更出人意料的是，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看好的货架电商，也就是像逛淘宝一样在抖音上主动搜索和浏览商品，到2025年已经占到了抖音电商 GMV 的50%以上。人们以为电商格局已定，但流量黑洞不按常理出牌，电商之后是本地生活。2018年，抖音就开始在产品里嵌入团购功能。2022年正式推出抖音来客，让餐厅和商家直接在平台上做内容营销，消费者刷到了种草，当场下单。截至2025年，抖音本地生活的 GMV 已经达到8000至9000亿，行业第2，仅次于美团。
曾经我要团购打开美团的习惯，正在悄悄变成打开抖音刷一刷有没有优惠。游戏直播则是另一场命运的馈赠。斗鱼平台的 CEO 因涉毒被捕，大批头部游戏主播出走，抖音成了最大的承接方。2022年，腾讯与字节之间的那道墙悄悄松动，双方从对抗转向默契开放。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腾讯的爆款游戏得以在抖音上直播，抖音就此成了中国最大的游戏直播平台，把斗鱼和虎牙搅进了漩涡。除了这些正面战场，字节还在另一块地盘上悄悄建起了一座内容帝国的侧翼。番茄小说靠全场免费看广告换阅读权的模式横扫网文市场，2025年月活达到2.45亿。红果短剧以同样的免费逻辑席卷短剧行业， MAU 突破2.4亿，成了中国第4大视频 App， 日活超过了 B 站和小红书，汽水音乐月活1.2亿，按日活算已经超越了网易云音乐。字节用流量换时间，用时间换粘性，用粘性换广告，这套飞轮在每一个内容品类里都转了起来。但这个帝国也有3个做不成的梦。第一个梦是教育。2020年，字节以大力教育品牌正式入场，招募了逾1万人的团队，推出大力智能学习灯、K12 在线辅导、1对1外教等产品，几乎覆盖了教育赛道所有的垂类。甚至把今日头条的早期核心负责人陈琳请来坐镇1号位。然而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课外辅导行业一夜入冬，大力教育随之收缩，裁员退出，1万人团队烟消云散。第二个梦是游戏自研。字节豪掷40亿美元收购了游戏公司牧童科技，旗下工作室一度多达10几个，人员超过3000人。然而2023年 CEO 梁汝波主动宣布大规模收缩，给出的理由直白的罕见：投入大、周期长、确定性低，与核心能力协同不足。字节有流量，可以赋能任何一家合作的游戏公司，何必自己去做最耗时、最烧钱的那部分？第3个梦是社交。多闪、飞聊、派对岛，字节先后推出了3款社交产品，全部铩羽而归。道理并不复杂。字节的基因是算法，算法的使命是把内容推送给最可能喜欢它的人，而社交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无法被数据量化的情感连接。你可以用算法帮人找到他们最喜欢的视频，但你没办法用算法帮人找到他们最好的朋友。算法的强项在这里成了软肋。教育、游戏、社交3个大梦像3面镜子，照出了这个帝国的边界。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渐渐摸清了自己做不了什么。2021年11月，张一鸣正式卸任 CEO， 把位置交给联合创始人梁汝波，自己转向长期战略和新技术探索。他的时代在不声不响中落幕了。帝国依然运转，算法依然每1秒都在为全球数亿人决定着他们下一条视频是什么。只是那个最初设计这台机器的人，已经不再坐在驾驶席上。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2024年前后，抖音的私信系统里上线了一个叫小火人的功能。如果2个用户每天都保持对话，他们之间就会燃起一根火苗，连续几天不说话，火苗就熄灭了。这个设计没有任何实质奖励，续了火苗你什么都得不到，断了也不损失任何东西，就只是一根火苗，在2个人的聊天窗口里跳着。然而就是这根火苗DAU 日活突破了1亿，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这个时代最精准的一个注脚。字节跳动从第1章里那个4个法国学生发明的竖屏，到如今让全球数亿人为一根虚拟火苗每天打开 APP， 它所构建的不只是一个产品体系，而是一套捕获人类行为惯性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它不听你说什么，它只观察你做什么。每一次暂停，每一次重播，每一次滑走，每一次看完，所有这些行为信号都在实时喂给算法，帮他建立一个关于你的模型，一个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模型。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停下来，知道你对什么话题会默默刷5条连续不划走，知道你深夜和白天喜欢看的东西是不是同一类。然后他用这个模型预测出能让你多停留1秒的下一条内容，精准投喂。这个过程政治上中性，道德上无感。
它会把让你学到知识的内容推给你，也会把让你愤怒、焦虑、恐惧的内容推给你，因为愤怒和焦虑往往比平静能产生更高的停留时长。他不在乎你看完一条视频之后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烦躁了，他只在乎你有没有刷下一条。张一鸣曾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工具，把人和内容连接起来。这句话既是事实，也是遮蔽。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但当这个工具被优化为最大化人类的停留时长，当它在全球20多亿人的手机上每天运转，当它塑造了我们对信息的感知方式，对世界的认知框架，只是一个工具这个说法就变得不那么够用了。字节跳动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抓住人类足够多的时间，流量可以变成钱，钱可以变成权力，权力可以变成帝国。这个逻辑链无懈可击，也令人警惕。最后的最后，我们试着来回答最初留下的3个问题。第一，一个竖屏如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信息传播方式？而最早发明竖屏的那些人，为何无一例外消失在历史里？答案是，竖屏移除了注意力和屏幕之间最后一道摩擦，它让消费变得无缝，一只手，任何姿势，任何场景。Vili 发现了短视频的形式，死于平台依赖。Vine 发现了创作者生态的价值，死于不肯养创作者。Mindy 发明了竖屏，死于 Apple 的一纸封禁。Musical.ly 打通了音乐与社交，死于没有商业化能力。每一个先驱都找对了一块拼图，却没能活到拼图拼完的那天。历史不奖励最早发现的人，它奖励最后站在那里的人。那个带着所有前人教训赶到的人叫字节跳动。第二，字节跳动用算法接管全球注意力的那套逻辑到底是怎么运转的？答案是，它把数十亿人的行为数据变成了一台能预测人类欲望的机器。你刷视频不是在选择内容，你是在训练一个关于你自己的模型，然后让这个模型替你做下一次选择。这套推荐算法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价值观，只有一个目标，让你继续刷下去。它是人类建造过的最高效的注意力收割系统，也是我们从未投票决定接受的最深刻的行为干预。第三，当张一鸣悄然隐退，这个靠算法驱动的帝国下一步往哪走？答案是没有人知道。张一鸣一手构建了这台机器，也是唯一真正理解它边界的人。他退场之后，帝国面临3道新的墙。第一道是监管，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管住流进本国的内容。TikTok 正在用分地区运营、引入本地高管的方式与这道墙谈判。第二道是 AI， 视频生成技术正在重写内容生产的逻辑。快手的可伶模型已经在全球多模态大模型领域站到了第1档。字节的下一张牌是什么？还没有翻开。第3道是他自己。一个靠算法驱动增长的帝国，当算法红利见顶，当用户时间不再无限扩展，下一个驱动力在哪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时间。但在所有这些宏观叙事之上，还有一件事跟你有关。你每天刷的那些内容，每一次停留，每一次滑走，都在训练一个关于你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替你做下一次选择。你感受到的自由，可能只是算法精心设计出来的自由感。那跟小伙人1亿人每天打开 APP， 不为了学到什么，不为了买到什么，就是为了不让一根虚拟火苗熄灭。这到底是算法对人性最深的洞察，还是人性对算法最深的依赖？我们在开头问过一个问题：你的注意力正在建谁的帝国？现在我想换一个问法：今晚你还会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你还会滑动300次，在某个画面前停留3秒，滑走另一些。算法会记住这3秒，明天推给你更多。你会觉得它越来越懂你了。但如果算法的尽头真的是人，那个人是算法想让你成为的那个你，还是你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你？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答案。这里是 Fanco 进化论，我们下期见。